好，来看一下，今天我狼是给大家伙带来三木童子原版啊最新的一个速通记录。这个速通记录呢，虽然说啊是平记录啊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都是26秒啊，1秒都不差。但是呢，这个细微的玩法肯定还是不一样的。也就是说两个人的玩法呢，就中间的时候啊，如果他们的方式如果稍微对一点点的话，也有可能这个会再往前打。那么除了 TAS 之外呢，人脑速通啊也是非常关键的啊。TAS 的话呢，就是没有失误，操作流畅，而且比较极限。人脑的话就是偏稳一点比较好。咱们先不扯这个事儿啊。操作者呢是来自于这个猫佑佑啊，也是今年的3月底啊，3月中旬啊，应该说刚刚呢出现了一个新的记录。正所谓啊，速通啊就是以最快为主，所以说你有什么赖招也好，有什么 bug 也好，该用都用。但是这个游戏呢，其实并没有什么赖招和 bug， 主要有一点呢，就是秒 boss， 然后呢过图的时候呢，完全的不考虑对方的感受吧。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啊，就是这个情况。我们看看现在呢是因为在这个货车上啊是不会考虑这个问题的啊。货车上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你要跟着地图走啊，没有办法。好，那么玩法非常多啊，除了小狼之前做那个地狱烈焰，还有各种摊分的这个记录啊，也就是摊金币的这个记录之外呢，基本上啊就是以速通为主。人脑速通呢现在已经是非常发达了。我个人感觉现在的这个人脑速通比这个电脑比这个 TAS 速通呢，确实是已经慢不到哪去了啊，已经慢不到哪去了。你看，基本上都是用受伤的无敌时间，然后穿越过图。这种情况下呢，如果说还有一种其他玩法，比如说无伤速通什么的，但是我建议啊，没有这个必要，因为无伤啊，咱们6滴血无伤的这个，其实无非就是墨迹一点啊，也没有这个必要了，对吧？然后很多人说呢，其他的子弹有没有什么用的？其他那些子弹啊，没有用的啊。你像你打小兵啊，可以说用到一个子弹，但是呢，你打这个 BOSS 其实就是标枪啊。这个标枪呢，都管它叫红色神鹰，我们管它叫标枪啊，就是它有名字的啊，叫神鹰的啊。好，我们看看，这个秒杀方式呢是先往回撇，然后给这一踩啊，跳起来打，看没看见？你先打那么3点的这个子弹啊，虽然说你不打也是秒啊，但是你打的话呢能快一点点。所以说就这个情况，然后呢，子弹的话呢，就是初始的子弹就够，秒杀呢只需要有这个红色神鹰就可以直接秒杀了啊，就基本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啊。然后再往后呢，我们只需要记住一个事儿啊，就是说，秒 BOSS 呢基本上套路啊都是一样的，主要呢就是它怎么跳，比如说有一些特定的点啊，怎么去这个走位啊，对吧？怎么去走位？你是想把怪给清掉，还是选择去受伤，还是选择绕过它啊？对吧？因为有的时候呢，你可能会觉得，万一我血不够了，我受伤可能不太够，怎么办？受伤的话，其实啊，确实很快。有的地方，你像我跳不过去，我一受伤，然后卡一跤，但是呢，我可以瞬间啊，就可以利用无敌的时间穿越过下一个地图啊，对吧？你懂的啊。好，子弹开的也是很有啊，对吧？很有节奏。你发的子弹的这个位置啊，都一定要非常好。可以直接把这个跳下来的这个，比如说像刚才那个从水里面往上蹦的那个怪啊，直接给秒掉了。其实有的怪打不打死啊，很多人觉得有没有重要？不重要。你像刚才这个怪，你不打死其实也无所谓的啊，就是一直跑就可以了啊。你看到这个地方就弹回去。所以说呢，有的时候呢，反正啊，你打和不打都不会影响到游戏的速度啊，这一点是尤为重要的。所以说打不打都无所谓的啊。好，看看。3星堆面具，3星，你要说那个叫什么青铜神树是不是啊？现在这个考古学又有重大发现了啊！又是好，在这个地方踩一脚，一个大跳，好了，可以看到再撇一踩，一个大跳，直接蹦上来，完全不考虑这些人的感受啊！发的时候这个位置蓄力的时间，扔出来的这个节骨眼上啊，都是要卡住最关键的针。好了，这个地方呢就追着走就可以。很多人说1秒钟啊有多快啊？1秒钟就是1秒钟。好，这个位置撇一下，然后先踩一脚，正身位反一撇，然后直接一踩，利用无敌时间，直接就是爆炸啊！咔咔就是不控制。这个金币很多人说为什么不吃啊？反正就不吃就对了啊，反正吃不吃的话都无所谓的。
它这个最后如果有金币的结算时间，那最好是不吃嘛。那但是呢，咱们没有这个加分的这个项目啊，只有这个金币的项目，所以说就无所谓了啊。来，我们看看第2关啊 ，BOSS 的话呢，秒杀呢就是这么个秒杀方式。第3关呢，我们管它叫盘龙柱啊，就是一堆脸的那个柱啊，就是这个节奏。好，那在这里呢啊，这个咱们弹幕啊控制控制啊，有些问题呢不想回答或者不知道就不知道啊，你就刷那个没有意义啊。你要再刷的话，我们的房管就给你封了啊！我再说一遍啊。好了，然后呢，这个刚才我们的石佛哥啊，3手办卡啊，这个来支持我了啊，非常的牛逼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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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小曲儿非常的嗨啊！当当当当当。这个电梯呢是咱们人脑控制的啊，你可以控制它上或者下的，所以说就算受伤了咱们也能走啊，这个设计的非常好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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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小曲儿真的好听啊！好，看看这已经就只剩2滴血了，看不见？就只剩2滴血了啊，该走点走啊。不过呢，其实这个地图还好啊，你就算剩6滴血，你碰到那个刺儿照样还是死的啊，所以说6滴血也没有用的。好，直接跳，撇过来一踩，有的时候需要大跳，有的时候反而是需要小跳的。好，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大溪，然后呢配合这个东西啊，直接走就可以。好，来看看，那往下一来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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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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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这小曲儿太嗨了啊！三不童子的每一关的音乐，甚至他每一次的过关通关的那个战胜那个音乐都非常的好听啊！你们就研究吧啊！好，来看看3脸神柱啊，号称柱哥啊，一撇必须得睁眼睛才行，哎，正好睁眼睛的时候，耶！这个柱子是怎么死的呢？是一脚踹飞啊，一脚踹飞的凳子啊！大胆想法之吸盘装置，M1917 美国制史密斯维森啊，一脚踹飞的凳子啊！当时就给他妈气上吊了，还是他一脚踹飞的凳子，怎么说啊？好，第4关速度非常快啊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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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这个跟着这个船走啊，其实感觉有，你看它这个设计非常嘚儿。你说跟着这个船走，然后你还必须得从上面跳，那我要船干什么呢？这个船还能自己走啊？你说这玩意儿水面这么大啊，就咱们就所以说这个横版，你看没看见？横版游戏啊，就这一点就感觉好像就只有一条道可以走，你看，对吧？就没有说我一个海我可以绕过去什么的，没有，哎，非常嘚儿啊！你说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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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真的好听。我觉得当年他们做游戏的人啊，就是说不仅把游戏的剧情、游戏设置啊、游戏剧情做得非常好，把音乐也做得非常好，让你融入到这个其中。你想想这种感觉啊，真的是非常的爽，非常过瘾的啊！好，刚才不小心吃了一个20，啊，头非常铁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好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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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看看再走啊，这个上那个东西啊，其实你不用躲它啊，你只要走得快啊，对吧？你看，哎，只要你走得快，它是对咱们没有任何的威胁的啊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犹豫就会败北，知道吧？哎，就会白给啊，大概就这个情况啊。好，连续往前走啊。这个小螃蟹。这个螃蟹它那个前面到底是钳子还是嘴？为什么只有一个钳子啊？好，整个这个游戏其实最变态的就是这个刺儿啊，兄弟们，这个刺儿是最变态的。如果你要是不小心掉下去的话，其实无所谓，可以这个神鹰可以把你一个鸟可以把你救上来啊，虽然说得花钱买，但是你玩简单版的话，可以免费送你这个鸟的啊。
然后呢，如果说是碰到那个刺儿，一下就死啊，非常的变态啊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一关呢，小的时候我们都叫幽灵，当然懂的人都懂啊，其实不是幽灵啊，其实是萤火虫啊。哎，你看全是萤火虫，而且小的时候不知道萤火虫是什么啊，就觉得好像是小蜜蜂。这个 boss 好像傻，这个 boss， 他虽然说发着这个飞行道具来打咱们，但是这个 boss 好像非常嘚儿，他居然选择这个原地不动啊！你就是但凡原地不动的啊，就像一棵不会走路的大树，你说吧啊。好，来看看，哎，这个头像啊，反正感觉那个时候的游戏啊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着？就是你是考古啊、外星啊这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啊，都在有。甭管是三木童子，还是说什么啊，就包括这个像这个魂斗罗呀、双截龙之类的啊，这都是啊，尤其是双截龙3之类的啊。今晚有《三国战记》，但是是《三国战记》的这个《三国战记2》的系列啊。好，来看看，最后一关啊，虽然说大家伙儿都知道，最后一关是所有游戏当中的这个最狠的啊。就是说时间也长，然后呢也非常难。其实三木童子最后一关，我觉得，地图还好一点。打最后的 BOSS 啊，如果你不会打的话，你肯定会很懵的。我小的时候就不会打最后的 BOSS， 后来呢，我就用最笨的方法，什么方法呢？就不是说秒杀，就是用子弹归着打啊，才通的关。到现在你让我玩，我肯定是通不了关的啊。好，来看看这关啊，正常的 BOSS， 你看他为什么要浪费这个时间呢？先踩一下啊，先踩一下，拖住，再来一个踩。你看后边的那个激光装置啊，还没出来呢啊，基本是刚出来，然后就嗝屁了，非常的赖的啊。好，第二个地图，这个所谓的第几个地图啊，就是说他这个刚才那个 BOSS 呢，看起来啊。是难了一点啊，但是呢，这个越来越难。但是呢，这个换汤不换药啊，就是说它后面的装置走得快，或者说它血多啊，怎么都行。来这个地方呢，作为机关，你看啊，一个大跳直接弹上去，能吸上来，看没看见？这个设计啊非常逗。然后再撇一下，一踩一大跳，它直接就是你感觉你跳不上去，但是呢，这个东西能让你吸过去啊，这个特别有意思的。好，一个过渡的地图，一定要费一滴血。跳过来，然后直接再走。这个地方呢，很多人说能不能不费这个血？我感觉是可以的，啊，可以考虑是不是不费这个血，然后让它的速度快一点。你哪怕能节省0.5秒，不就破了人脑的记录了吗？对吧？好，还是站到这个位置，先撇一下一个踩，先把地图拖出来啊，一个踩过来，又是费了一个血。好，这回你看。作为第二个这个 BOSS， 它明显是比第一个 BOSS 出来的这个激光装置啊，要这个快了许多，但是还是被秒。好，音乐都变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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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小蛇挺狠啊。好，你看提前撇，有的时候可以先往身后撇啊，这样的话飞行距离就非常长。好了，他刚才开枪打这个小蛇，但是最终还是费血了啊。应该是凤舞龙吟啊，今天我是收到的凤舞龙吟，是凤舞龙吟当中最弱的人物啊，应该是正庞统的这个通关啊。
好，这个地方直接走啊。很多人说肯定要往上跳啊，你往上跳就嘚儿了啊。这个路线的话，真的是分很多种，兄弟们啊，不要以为我跟你开玩笑的啊。啊，一个踩，一个大跳，这个大跳很重要啊。很多人站在这个红色标枪上啊，红色神鹰不会大跳。好的，还是这个位置卡过来。就是秒，那个激光都看不到人，说死就死啊！好，来看看电梯，我数过啊，一共是50层的电梯啊，一共50层啊。DOSR 吗？应该不是吧？啊，反正是他们群里面人给我的啊。啊，来看看升天了啊！这个东西你们管它叫啥呀？小的时候我都以为管它叫金蝉啊，就是那个金色大蛤蟆，但是这么一看，它好像跟蛤蟆没关系啊。好，来看看风雨雷电。哎，来看看这个，小的时候就谁家我感觉就是为什么叫金蝉呢啊？就谁家有一个那个什么啊，有一个饭店啊，这个饭店呢就有这么个东西啊。好，来看看就在中间啊，上来一踩。啊，哎，镀层，哎呀，16分钟啊，26秒啊，16分钟26秒，传说中的速通啊，这非常的赖啊。就是说你想想，这个 boss 就所有的 boss 都是就这么就死了，你说这扯什么里根灯呢，对吧？啊，好了，不扯这个事儿了啊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的猫又有的一个操作，平了兔斯基的记录。同时呢，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大家会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